皇上，您真的要打奴婢啊？不然呢？这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，你都要上房揭瓦了。君无戏言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。过来，趴下。好吧，不就挨几下板子吗？打就打。等，皇上，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？您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假打行吗？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？不如啊，你给朕认个错，跟朕重新续个大小，让朕做老大，你做小弟，那朕就饶了你。不行，我从小都是老小，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打吧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忍着，别鬼哭狼嚎的啊！绝对不出一声。我真打了！我说呢，平日里你蹭破点皮就哼哼唧唧的，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来有这个东西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，奴才被打的时候，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？还给我！你趴下，板子还没打呢。皇上，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？皇上，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，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，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？能不能打个折呀？半折、对折，20下。不行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那要不然就4折15下。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？4折16。皇上英明，16下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就打我16下。谢谢皇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给朕下套啊？我告诉你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？您看是这样的，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，我是个女孩啊，半个月都起不来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多难看。要不然换个地方打。也是，真把你屁股打坏了，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，朕这也没人伺候。行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这个屁股打不了，手总打得了吧？把手伸出来。皇上你干嘛呀？又要打我呀？行了，别废话，把手伸出来。我不。右手要做事，左手，快！疼死我了！你可是真英雄啊，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。奴婢是假英雄，真怂包。如果皇上行的话，你试试，你不叫我就服你。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？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，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。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、贪赃枉法，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，他对他女人很好的。你又不是朕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愿意做朕的女人？说呀，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。皇上还是继续打吧，奴婢绝对不出一声。要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，装什么英雄？奴婢不想装英雄，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。
上您这是不打了呀，还是改日再打呀？把手伸出来，给朕看看。怎么这么娇气？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？或者你试试，也疼。老大，不是朕想打你。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，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。真要做出什么事情，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，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。都疼死了。好了，老大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。还丑呢，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。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你赔我，你赔我！好了好了，打几下手也哭，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还真赖上朕了。打了人就想跑啊？去给你拿药啊。把手伸出来。还疼吗，老大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看你长得丑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疼。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，朕的心里有数，别撒娇了啊！不是手疼，是头好疼。哎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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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听说这病非常罕见，赶不上手机。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啊？是叔姑娘，这头疼的毛病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，微臣无能啊！一群没用的东西！朕就问你，他这个病严不严重？朕要听实话。此病十分罕见，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。若是一欢姑娘能醒过来，便能逢凶化吉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他还有醒不过来的可能。过了今晚，如果明天一欢姑娘还没醒，恐怕就怎么样？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让你们太医院去会诊！你们听好了，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，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！滚！这药呢？还没煎好啊！快，给他喂上。快，欢儿，这药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！哎呀，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。喂，接着喂！哎呀，
行了，走走，不要给我。是。花儿，来，喝点药好不好？来，花儿，喝，花儿，喝点药，喝。老大，别睡了。好。其实朕知道，你不信我，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吗？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人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边满是怒火。但是现在，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以来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过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了。老大，朕真的不能没有。要是没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来，只要你醒来。你醒醒吧，别睡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百世的光速。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是个药引，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绽放般诗的光速。
小弟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真不是在做梦吧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真的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让朕也活不下去啊！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朕呢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？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？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呀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矫诏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，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技艺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，真好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。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龙小弟，我能不能不吃药了？你看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不行，这是圣旨。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，我的病喝这种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谁说没用的啊？昨儿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帮你渡药，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。口对着口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昨天哭了？啊？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？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？朕没哭，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？这你自己也说过呀，一碗辣椒汤足矣啊。哦，龙小弟，你放心吧，这碗药我一定会好好喝的。不过在喝之前，我要1碟蜜饯，1碟枣糕，1碟桃酥，再来1碗糖蒸乳酪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这病刚好，吃这么多行吗？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，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过。也是啊，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，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饱，你呀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。这样，去传1碟桃酥，1碟枣糕，1碟蜜饯，还有1碗糖蒸乳酪。这多吃点。谢谢龙小弟。你要实在吃不下，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喂你啊。听不到。
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哦，快点儿。哎呀，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到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殿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了，你一定会很失望很伤心吧。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。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2个人。2个人？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2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不丑，不丑。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1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，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上次山鸡吩咐之事，为何迟迟不见动作？早日除掉李一欢，本王早日让你姐弟团圆。若再不动手，你姐弟2人
再无相见之日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。有可能，应该是康熙的侍卫当中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趁这次机会，来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我去找点水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师傅，太子没有怀疑到你吧？大师兄，他很信任我，没有对我起疑心。你悄悄给王爷发了一封密信，说康熙只喜欢奕欢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你要终止任务，离开紫禁城，是这样吗？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受几位师傅厚恩，和大师兄、小师妹感情很好。现在让我处处算计他们，我心里……这是王爷给你的答案。什么？杀死奕欢？王爷说了，康熙他虽然不能像疼爱李奕欢那样疼爱你，但是对你还是敬爱有加的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最得圣宠的，除了李奕欢就是你了。所以，一定要除掉李奕欢这个绊脚石，康熙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和李奕欢的关系很好，以姐妹相称。所以，只要李奕欢一死，康熙越是忘不了他，越是放不下对他的旧情，他对你就会越好。我做不到，师傅。我真的做不到，师傅，我求求你，去求求王爷，收回成命吧，师傅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离复仇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怎么可能会半途而废，让你离开？可是，小师妹，她是无辜的，师傅，你也是看着小师妹长大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师傅。锦城。我也不想看着他死，可是王爷既然已经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得杀了他。这大仇未报，我不得不狠心。可是小师妹，她跟我们梅花门的大仇是没有关系的，她是无辜的，我们这么对她是不公平的，师傅。那我们梅花门500多条人命都命丧于朱明王朝之手，500多条人命啊！他们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命运和尚对他们公平过，那他们的血债又找谁来还？师傅，可是，师傅，不要再说了！清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全家几十口人，不都死在朱明王朝的铁骑之手吗？为了给你的家人，还有我梅花门报仇，现在只能牺牲奕欢了。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弟弟还在王爷的手中，如果你不杀死奕欢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你弟弟的命，还是奕欢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。我弟弟，这是救命丹，化在酒中，
喝下后1刻钟内必死。没有解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哎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儿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你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斩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已命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辰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升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嘛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易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铜匣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啊，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玉欢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易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，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易欢，谁？哎，易欢。
欢，一欢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！快啊！难道是雪姐姐？可是，雪姐姐，我用这个狗尾巴草给你编个小花篮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，雪姐姐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担心猪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6位师傅集体出动去协助猪哥哥完成任务，一定非常顺利的。不是，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，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等书剑100日继承一过，就要真的临幸我，让我给他生龙子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，雪姐姐？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躲不过。现在只能希望能够在书剑100日继承之前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能出宫了。雪姐姐深爱着猪哥哥，如果铜匣在她手上，她肯定宁可马上撤离，也不会接受康熙的临幸。但若不是她，难道是六师傅？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坐下吧。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主。徒儿记住了。你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，宫里人知道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六师傅一直都很疼爱雪姐姐和我，对猪哥哥也很爱护，他干嘛要偷走铜匣呢？难道他就是鳌拜派遣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？你们先退下吧，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有狮子头哎。吃一块你最爱吃的狮子头。谢谢雪姐姐。红烧的。雪姐姐下厨，那手艺自然不用说啦，肯定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好吃啊，就这个味道。雪姐姐，从小到大，你跟诸位师兄师姐老是这样宠着我，会把我宠坏的。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不是生在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，而是生在太平盛世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生在什么时代啊，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和大师兄永远留在明珠谷，春天赏花，秋天赏月，男耕女织，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，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啊！雪姐姐，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很怀念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，想念我们的小伙伴了。如今就咱们两个在宫里，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，咱们俩呀，好好的喝酒赏赏月。来，今晚咱们多喝几杯。
今天皇上又来看我了，我看得出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。前些天你跟他冷战，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。这宫里上下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到皇上。看来能让他如此伤心的也只有你一个了。雪姐姐，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？你也跟我提他，我心里就乱糟糟的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提。今天我叫你过来也是要劝劝你，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，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，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等我们找到铜匣以后，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雪姐姐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等朱哥哥回来，能不能别把这2天我跟康熙的事儿告诉他呀？大师兄那么深爱你，我跟他说这些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小师妹，你和大师兄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，好好待他吧，放下康熙。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。可是雪姐姐，你心里可曾放下过朱哥哥？快了，很快就要彻底放下他了。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命运，那就试着去接受它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，你也会爱上他的。撤！雪姐姐，快过来看啊！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还真是啊。都说15的月亮16圆，今天真是格外的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再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。雪姐姐，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，告诉了我关于铜匣的重要线索。我相信没有多久，我就能找到通还铜匣的人了。哦，有线索了。那这个人他也在皇宫里吗？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，而且是我们彼此特别熟知的一个人。是谁呀？雪姐姐觉得他应该是谁呢？其实我很早开始就怀疑过他，只不过我拒绝去深想，直到今日，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。小师妹，今日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告诉你关于铜匣的线索。那雪姐姐先讲吧。小师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特别羡慕你。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，师长们宠着你，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，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，你真的好幸福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，会有人来打破它。不会的，你生来命就好。姐姐祝福你，要永远幸福。谢谢雪姐姐，不过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，我希望我们姐妹2个都可以幸福。会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其实，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，我和大师兄
最是同病相怜。我们都是从小父母双亡，又都肩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，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易啊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，好好对待大师兄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也别让他伤心，别让他失去这最后一份支撑。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师叔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徐姐姐，你哭了。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徐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童霞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大师兄，朱哥哥，红妹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欢妹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，还有倾城。徐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童霞，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。把解药交出来！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，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她报仇。徐姐姐，如果易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
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水姐姐，水姐姐，大师兄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就都明白了。青城，青城，我雪家有70余口人，都命丧明军铁骑。今我与小弟2人幸免云难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。换走铜匣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幸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了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绝笔。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的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雪姐姐，雪姐姐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，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换了。什么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在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知道那杯酒有毒？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壶，跟宫里平时的壶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壶啊，叫做鸳鸯壶，它的壶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壶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壶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壶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
其实，早在童霞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，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薛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邀我过来赏月喝酒。当我看到这个鸳鸯湖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看到鸳鸯湖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的薛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两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薛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哎，可是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，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术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童霞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童霞。你是不是把童霞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，如果把童霞给他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薛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，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
这个催命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伸手向朝廷要钱。皇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还不是吴三桂那个老匹夫，说什么自从诛杀了永历帝以后，在云贵之地就不时有反清复明的人起兵闹事，还要时刻防着缅甸的进攻。他只会不停地找借口向朝廷索要巨额的军饷。巨额军饷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张奏折索要军饷50万两，这张要200万两。皇上，这吴三桂一年要军费到底要多少啊？大清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900万两，但每年的花费要达到1000多万两，其中有900多万是支给吴三桂的。也就是说，朝廷现在入不敷出，全都是吴三桂一手造成的。可是吴三桂这么明目张胆的漫天要钱，皇上你不给他不就行了？不行的，他要钱，朕不但不能不给，而且还要一文不少。为什么呀？连鳌拜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三桂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现在的三藩，吴三桂有云贵，上河西有两广，更京中有福建，他们3个要是连起来闹事，那朕的半壁江山就塌了。可是皇上之前不是一直想撤藩吗？朕是想撤藩，但是要等待时机啊。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，朕不但不能撤藩，还要对他们加以封赏、笼络。可是现在山西结案就能看出来吴三桂对你有谋逆之心，要是再不敲打一下，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。这山西一案，吴三桂确有谋逆之心，但是他只是在暗中进行，朕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在朕做好准备之前，万万不能点燃这根导火索。但是朕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他这么多钱，朕会借口说朝廷赈灾，国库紧张，就先拨给他50万两吧。既然龙小弟这么大方，那要不要先把之前那笔账一起给我结了？哪笔账？山西赌坊那次啊。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的权贵们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立了各种的关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。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。龙小弟，其实我的利息就是想让你答应我，曾经你说过的那些话，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朕一直记在心上。你给朕3年时间，3年之内朕一定做到。那如果你骗了我的话，以后我就叫你阿黄。但朕跟你说，朕要是做到的话，只要翻身做老大，你做小弟。哼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开战。自从咱们反清联盟和你父王结盟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不过只可惜，我早已经定亲了。我还是要迎娶刀土司的女儿。那咱们就尽量珍惜当前。哎，对了，之前请你帮我悄悄查的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你查到了吗？千影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跟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让我悄悄的查呢？对不起，这个我真的不能说。我只能向你保证，我绝无恶意，只是想帮一个朋友的忙。
好，既然你不便说，我也就不追问了。我相信你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早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我弟弟一定还活着。你们肯定是在骗我。不，是那个吴应奇在骗樊倩影。师父跟我说过，我弟弟在平西王府活得好好的，个子都比我高了1头呢。倾城，吴应奇不可能骗樊师妹的，倒是吴三桂和六师傅，他们一直在骗你。他们怕你知道真相以后，再也不会为他们卖命了。师父经常带给我弟弟的消息，说弟弟长高了，学会4书5经，开始学骑马射箭。可我每次要求去见弟弟，师父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我。原来我的弟弟他已经死了。可是我的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骗我？我一直视他为亲娘，那么敬爱他，视他为唯一的亲人，他却拿我当成棋子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雪姐姐，倾城，你弟弟虽然没了，可你还有我们呀。这是在宫里，当心被别人撞到。你们说的对，我弟弟虽然没有，但我还有你们，还有你们。那既然我的弟弟已经死了，那我也不用再听命于王爷和师父了。雪姐姐，原来你把铜匣就藏在永乐斋啊，怪不得在你永和宫都找不到呢。我一是担心你们迟早会疑心到我，二是要防着我师父，所以我只好把这个铜匣藏在你这儿了。你快看看，是不是你当初搜到的那个？嗯。没错，我用刀刻在珍珠上，就是这个，错不了。师父让我从你这儿调包铜匣，我只好仿制了2个一模一样的，一个留给你，一个交给师父。倾城，谢谢你。以前我帮吴三桂做事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现在好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用听命于他们，我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控制。我弟弟一定是死在吴三桂的手上，我要替我弟弟报仇。这个铜匣是真的。看来欢妹没有弄错，倾城也没有骗我们。现在康熙手里的铜匣是假的，吴三桂手里的铜匣也是假的。他们一定想不到，真正的铜匣会在我们手上。
你们继续对雪衣居士虚以为意，万万不可让他察觉到，他的身份早已败露。我明白，倾城现在恨透了吴三桂，也不再信任六师傅。我们打算联起手来，利用雪衣居士传递假消息给吴三桂，逼他尽快起兵谋反。吴三桂昨日上的折子，你们都看了吧？怎么样，有何看法啊？想说什么就大点声，朕也想听。这平西王啊，折子上面的措辞很是谦卑，但他的意思很清楚，无非就是想让朝廷再给他追加100万两的饷银。朱爱卿，你们说朕是准奏啊，还是不准奏？你们是大清的俸禄，享大清的富贵，这种时候却没人说话了吗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认为不能准平西王的奏。接着说。大清的赋税半号御3藩，已不堪重负。如果准了平西王的奏，那耿精忠、尚可喜2位藩王再加以效仿，那大清的国力就全都耗费在他们身上了。皇上大可直接回绝，有奴才等8旗精锐在，谅他平西王也不敢造次。巴图鲁将军豪气干云呐，下官佩服。不过，将军可别忘了，这3藩久居数省，在当地的实力是很大的，且都各拥重兵。这平西王部下将士更多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余部个个都是骁勇善战。相对于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而让他们起兵造反，皇上，臣以为朝廷多破费些钱粮，倒也算不得什么。他平西王要的岂是钱粮？他领地的官员任免都由他说了算，税收也一直由他自行支配，并无半分上交朝廷。朝廷每年拨给他900万两，他还不知足，如今还要狮子大开口。刘大人，你如此夸大3藩势力，危言耸听，不会是收了平西王的好处了吧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绝无私心呐！你行了，巴图鲁和刘侍郎说的各有道理，其他人呢？回皇上，朝廷每年拨给3位藩王的饷银，已让大清国库空虚。况且，臣听闻平西王圈占民田，又借疏河修城，广征官士，更是自铸私钱，人称西钱。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，也在其领地内横征暴敛，私事私税。现如今平西王又要朝廷追加饷银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但3藩已是尾大不掉，朝廷是软还是硬，都是两难。索图，奴才在。你怎么看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几位大臣说的都有道理。奴才才疏学浅，不知如何应对，但奴才知道一切全凭皇上圣断。臣等一切听从皇上圣断。龙小弟，喝茶。还在为吴三桂的折子发愁啊？这朝廷的文武百官分成了2派，一派
力主拒绝吴三桂，认为撤藩势在必行；另外一派，则忌惮吴三桂的实力，或者他们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吴三桂插在朝廷的眼线，所以力主安抚。这个吴三桂，老奸巨猾又贪得无厌。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他平西王的王府啊，甚至比你龙小弟的紫禁城还要奢华。可他那些钱，不都是从云南老百姓还有龙小弟你这儿搜刮出来的吗？要我说，龙小弟，你是堂堂的真龙天子，还怕他一条地头蛇不成？到时候早晚把那老贼的脑袋给砍掉。这吴三桂就和鳌拜一样，都是朕和朝廷的心腹之患，朕早晚要处置。只不过这三藩要是一同反叛的话，无论兵力还是财力，朕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呀。大师兄，你看这样写可好？对，就这么写。康熙暂时不想跟吴三桂为敌，所以暂无撤藩的打算。不过我们要让吴三桂以为，康熙恨他恨得要死，一心想要除掉他。想来这些年，岳鳌拜一直相安无事。如今康熙亲政了，我弟折子要求追加饷银，就是为了试探康熙之心。他既已一批准奏，想来对我也并无不满之意。可倾城却说，康熙以视本王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必除之而后快。你怎么看？父王，依孩儿愚见，那康熙在朝堂上说的话，真假难辨，反倒是下了朝堂，对他心爱女人说的话，倒有可能是真的。父王，孩儿此番进京，曾亲眼所见，康熙对李易欢那是疼爱有加，犹如红颜知己一般。对雪倾城虽不及易欢，但也待他十分不薄。既然康熙在他两个心爱的女人面前都表达出对父王的不满，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便不难察觉了。康熙这个无情无义的小儿，当年若不是本王放多尔衮入关，他爱新觉罗家能做得了做不了，这大好江山还两说着呢。本王是将领，也是前明俸禄。本王为了这大清，背下这千古骂名。如今狡兔死，走狗烹，他们清廷就是这样对待恩人的。父王息怒。不过好在父王一统云贵多年，根深蒂固。那康熙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拿您怎么样。他现在是不敢怎么样，将来可就难说了。康熙准了本王的奏，追加饷银100万两，可却又让本王北上，说是顾念本王劳苦功高，让本王在那北京城颐养天年。起先我还有些犹豫，现在想好了，就待在这滇都，不走了。可是这圣旨已经下了，父王您难不成要抗旨？仙儿，我这就给康熙上折子，就说本王感谢皇上顾念老臣，只因老臣年事已高，旧疾复发，若是北上，路远迢迢，老臣恐难成行。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我现在就传书给雪域居士，让他找机会把康熙
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父王思虑周详，孩儿愿意听从父王一切安排。那日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将李易欢推出午门斩首。三叔，为何不借机除掉这个祸害？就算是皇上之后冷静下来后悔了，也怪不着三叔。皇后啊，皇上那日要杀李易欢，只是在和他赌气，想吓唬吓唬你。如果要真的就这么把李易欢给杀了，那皇上表面上不会怪罪我，可这心里会一直记恨我的。那么咱们赫舍李氏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可是留着这个祸害，迟早会危及到皇上，危及到我大清江山。我们以前是想留着李易欢，帮咱们对付鳌拜，可如今鳌拜已经疯了，李易欢对咱们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。我们可不能再养虎为患了。皇后，这李易欢，咱们是一定要除的。只是和除鳌拜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做得太着痕迹了，否则就会失去了圣心。现在这裘贵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查真正舒婉心的下落。如果我们能够证实这个丽妃是别人假扮的，那也许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查出李氏兄妹真正的身份来。这才是我们的上上之策呀。皇上现在宠的不只是李易欢，还有丽妃。若是能一举将他们二人一起铲除，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这个给我。接着，来这边，来给我，接着，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雪嬷嬷回来了，这一路上辛苦了，快请起。是。老奴本来在山西为老爷守灵的，但实在是不放心娘娘，所以就赶回来伺候娘娘。雪嬷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娘娘自山西回来之后，已经升妃位了。那老奴恭喜丽妃娘娘。索大人，什么人？胆敢了索大人的轿？落驾！小人裘贵，有要事启禀大人。大人，裘贵，是你们两人？来人啊！在。这两个是朝廷的钦犯，都给我抓起来！知道。哎，且慢，索大人。小人是来投案自首，戴罪立功的，恳请大人给我一个当面陈情的机会。我担保，我所陈述之事，事关重大，可以帮大人立下一份天大的功劳。先把这两个人给我押回府去。这，带走。
起来，起来，走。听师傅说，他没能找到球柜，只得去了舒婉心和孟祥和的隐居之所，却发现二人房门半闭，没有锁门，也不见二人的踪影，而且房间内还有轻微的搏斗过的痕迹。看来，舒婉心跟孟祥和都有危险了，他们很可能已经落在了裘贵手中。师傅也是这样猜想的，而且很有可能，裘贵已经把舒婉心和孟祥和押赴京城，投案自首，以求戴罪立功。徐姐姐，那样你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？朱哥哥，你快点想个办法吧，眼下该怎么办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按兵不动，再随机应变了。师傅还带来了吴三桂的最新指示，要我找机会暗杀康熙。看来，吴三桂已经中了咱们的计，决定要先下手为强了。朱哥哥，你之前说过，如果我们杀了康熙，清廷大不了再立一个新皇帝，于大局根本没有什么作用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吴三桂啊，见识还没你广呢。吴三桂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笨。咱们留着康熙，是因为他信任咱们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份信任，挑起清廷跟三藩的内乱，坐收渔利。而吴三桂跟康熙本来就毫无信任可言，若是杀了康熙再另立新帝的话，则清廷至少要乱上好几年，那么对他吴三桂就只能继续笼络。这个吴三桂刚跟我爹签完盟约，他这次行刺康熙肯定没跟我爹商量，要是让他得手了，咱们的计划都得落空了。吴三桂这个人哪有信义可言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利益。有人来了。奴才李德福给丽妃娘娘请安。李总管免礼。太皇太后奉体欠安，请李太医前去诊治。好，卑职这就去。刚才皇上召见索额图，在里面悄悄地把门关上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只隐隐约约听到了“裘贵”和“丽妃”几个字。哎，这丽妃平日跟你们几个走得很近，该不会是你们的同党吧？叔父说笑了，这丽妃乃是舒剑的女儿，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同党呢？不过多谢叔父提醒，你且先回御书房，有什么事情，帮我们多留心一点。嗨，自从你们兄妹两个出现以后啊，我这颗心啊，每天都吊在半空中啊。难怪朕觉得这个丽妃与其他嫔妃不同，太有胆识了。原来她是假的舒婉心。舒剑临死前也曾发现了一些疑点。丽嫔娘娘，爹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，下巴也变尖了？啊，爹，女儿就是在思念您。虽说皇上对臣妾特别好，可是女儿每每想到爹爹您岁数大了，身边又没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女儿这心里就放不下。可是，你这眼神跟从前也不一样啊。爹，您糊涂了，女儿进宫数月，哪能跟在家里当姑娘时一样啊？面色怎么也变了？这连日来赶路，女儿染了风寒，吃几服药就好了，爹爹不用挂心。可惜啊，舒剑还没来得及识破他女儿的身份，就被石青红给灭了口。是啊，皇上，这得亏裘贵是找到了真正的舒婉心，这可真是天佑我大清啊！可是这个丽妃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要假冒舒婉心？
皇上，裘贵说了，这贾丽妃必定是前明的余孽。那此事是否还有别人知晓？朕的意思是，李太医和李易欢是否知晓？他们兄妹二人是否和这个假的丽妃是一伙的？哦，这个奴才可不敢妄言。不过，这丽妃娘娘和李易欢走得很近，那个关系，过于融洽了，在这后宫可是相当难得的事情。行了，此事先不要声张，待朕悄悄去过你府上，见过这个裘贵，还有书剑府的管家，还有真的舒婉心之后再说。看来咱们所料不差，刘德昭在临死之前，果然将倾城假冒舒婉心的事情捅给了索额图。这个裘贵能从地方官府脱身，多半是索额图有意放了裘贵。如今裘贵手上抓了舒婉心跟孟祥和，索额图手上有了证据，就直接进宫向康熙禀告。这个索额图看似温和，其实老奸巨猾。他现在一定把你们两个也怀疑上了。我们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索额图就开始怀疑我们了。他不会把咱们三个一锅给端了吧？欢妹，越是紧急之事，咱们越要冷静。这个索额图直接将此事上报给康熙，对咱们来说并不是坏事。若是裘贵直接向地方官府投案，捅出此事，层层上报，必将朝野哗然，事态会更难控制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既然这个裘贵主动去自首，变被动为主动，那么我们也主动自首，把这局势再扳过来。不是吧，朱哥哥，你没有搞错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跟康熙主动自首，说我们是明珠谷的奸细啊？傻丫头，既然裘贵只抓到倾城一个人的把柄，那我们也只需要抛出倾城一个人即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要牺牲徐姐姐一个人保全你自己啊？在你心里，朱哥哥是这样的人吗？小师妹，你误会了，我倒是听明白大师兄的意思。眼下我有两重身份，一个是明珠谷的反党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。我只需要抛出吴三桂奸细这一个身份，就足以化解此次危机，还能激化康熙和吴三桂之间的矛盾。嗨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那我现在知道了。周哥哥，看来你还真是挺聪明的嘛，刚才误会你了。原来你跟奴小弟一样，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才。如果你要是当了皇帝呢，我觉得你也能当得挺好的。不，你肯定比龙小弟当的还好，行了吧？你呀，总算知道我的优点了。龙小弟，等一下。龙小弟，你穿这一身是要微服私访啊？这个朕许久没有出过宫散过心了，所以啊，听索额图说这个大观茶社来了一个新的说书的，说得很好啊，所以呢，朕就想让索额图带着朕去，顺便散散心。那奴婢也好久没有微服私巡了，你为什么不带着奴婢去啊？不是，这茶社里边都是男人，你一个女子去不太方便吧？那不肯说实话，果然是连我也疑心上。那你今日恐怕是去不了了，因为奴婢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报。什么重要的事？咱们皇宫中潜伏着吴三桂的奸细。谁？你们都退后10丈。这。皇上，这个奸细是丽妃娘娘。
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是丽妃娘娘亲口跟我说的。今日在永乐斋，丽妃娘娘说，她是吴三桂派遣在宫中的奸细，她想跟你自首，但是她不敢，她怕跟你说了以后，你一怒之下杀了她，所以就求我来跟皇上说情。我一听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敢怠慢，直接过来向你禀报了。走，去永乐斋。师叔姑娘，请。臣妾只因长相酷似舒婉心，便被平西王安排顶替舒婉心选修，这才得以进宫，得到皇上的宠幸。皇上，臣妾被平西王以臣妾弟弟的性命要挟，实在是别无选择，还请皇上开恩，不要治臣妾的重罪。你为何选择在今日向朕自首？因为臣妾的师父雪衣居士进来。罪妇叩见皇上。揭开你的面纱，让朕瞅一瞅。果然和雪倾城长得一模一样。朕问你，当初被何人所劫，又劫到了何地？罪妇也不知那些劫匪是何身份，他们都蒙着面，罪妇看不清他们的脸。他们将罪妇用一辆无窗的马车送到了一处神秘的山谷里，罪妇连方向都辨不得。但罪妇逃出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头野象，然后罪妇一路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云南的一处深山林。果然是吴三桂干的好事。劫持罪妇的人是平西王爷。可是，平西王爷为何要劫持罪妇呢？莫非是家父生前与平西王爷有过节？你父生前给朕上了一道密折，揭示了山西官场的贪腐无案，这其中有提到刘德昭和吴三桂暗中勾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舒婉心，朕问你，你本是汉八旗的秀女，未经过朕的选秀，不得私自婚配，你被人绑了。按道理来说，你逃出来以后，应该立即报官，听候朕的处置。没想到你将错就错，与你的情人孟祥和跑了，如今还有了身孕，你可知你已经犯下了欺君大罪？罪妇知罪，请皇上治罪。看在你亡父的份上，朕可以饶了你的性命。待为你落胎之后，交由舒氏的族长看管，另行婚配。至于你的情人孟祥和，他必须死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罪妇不求皇上恕罪，罪妇也不愿落胎，罪妇愿意怀着孩子与孟祥和一同受死。你可知孟祥和私自诱拐秀女，按律例应当处以凌迟极刑，你愿意和他一起千刀万剐吗？
罪妇愿意，且甘之如饴。罪妇与孟香河山盟海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就算千刀万剐，罪妇也愿意同孟香河一同领受。望皇上成全。皇上，您后宫佳丽那么多，多一个舒婉心不多，少一个舒婉心不少。何况孟香河也是信义之人，在山西的时候，曾经冒着生命危险，暗中帮过咱们呀。龙小弟，你就放过他们吧，成全他们吧。谢皇上恕罪，也谢皇上杀了裘贵这落网之贼，替罪妇报了血海深仇。朕念在你生父的份上，饶了你过往之罪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舒婉心，那身处宫中的丽妃娘娘才是舒婉心，你可明白？罪妇明白，罪妇明白。退下吧。谢皇上，愿皇上吉祥如意，万寿无疆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芳华淡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。龙小弟，谢谢你，最终还是成全了舒婉心跟孟香河。想不到孟香河一介布衣，上无寸瓦，下无寸土，居然有舒婉心这样的女人，堪与她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朕这后宫佳丽无数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如此真心待朕。龙小弟，我也跟你同甘共苦过啊，我还几次拿命救你呢。所以朕很感激你，感激你给了朕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。可是你始终坚持不肯做朕的女人，终有一天，你要和你的丈夫同床共枕，生儿育女。朕终究不过是个孤家寡人罢了。万世花颜，数尽